男孩挖了些木薯，卖了换成钱，买了些礼物回去探望奶奶。今天一大早，自强已经在干着活，只见他拿着柴刀，正在对地面进行刨土。他现在居住的地方原本是块坡地，上下高低不平，为了让自己今后睡得更加舒适，那么地面平整的活是在所难免。自强专心地将上方的土填到低矮处，挖着挖着，挖出了条大蚯蚓。本着不浪费的原则，他把蚯蚓穿到了钓钩上，重新甩回了水里。反正也不用人看着，钓得到鱼最好，钓不到也不费什么时间。打开塑料袋，看了眼奶奶给的钱袋子，里面的钱都还在。自强小心地收进怀里，出来已经好几天了，他心里也是有点想念奶奶了。趁着今天天气不错，自强把自己的衣服取了出来，放到了棚顶上，一方面可以去霉味，另一方面也是为接下来的山货腾出空间。是的，没错，虽然现在住在野外，一个人吃饱全家不愁，但搞山货赚钱这条路他是不会放弃的。这也是为了以后考虑，有了钱可以买块地，真正建造自己的家。说话的功夫，他又来到了这片野生木薯地，掏出柴刀砍掉了2株木薯的茎秆，顺势使出吃奶的力气，拔出了一整株木薯，这样拔势必有些断在了土里。于是自强重新用柴刀挖了起来。挖完了这株，他向着第2棵发动攻势。然而这棵长得比刚才那棵牢固得多，愣是拔了好多次才堪堪带出底下的木薯。不过倒是一窝子都没有断根，省去了他再次挖掘的麻烦。就这样又拔了几株之后，自强觉得也够了，再多可能就装不下了。他把一根根木薯从茎秆上卸下，刮去表皮的泥土，整齐地堆放在一旁，而后再码放进背篓之中，太长的就竖起来放，这样也更稳妥一些，待会背起来不容易掉出去。装好了今天的收获，自强艰难地背起沉重的背篓离开了这里。接着他来到了河边，倒出了所有木薯，在水中清洗过每一根木薯，重新放到背篓中。不得不说，这样干净的木薯应该能更讨得顾客的欢心。自强这边在忙着，不知哪来的一群小鸭子强势围观起了自强。自强并没有搭理这群小鸭子，不过摊开塑料布发出的响动还是吓跑了它们。把塑料布也放到了河水里清洗干净，自强重新出发，又来到了他经常摆摊的地方，熟练地摆好摊位，静静地等待顾客上门。不过这回街上也没什么人，只有一条大黄缓缓从他面前经过。好在这样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，对面人家的大哥看到自强在这摆摊，来到了他的面前，挑拣了一些，买走了一大袋子。也不知道是今天卖的东西不对路，还是摆摊的时间不对，等了好长时间再无人来买。而这时一直很关心自强的绿帽大哥从家里走了出来，来到了自强身前。他也得知了自强的情况，询问起他这几天在外面过得怎么样。自强回答道还不错。大哥有点不信，问他住在哪里。自强只是低下了头没有回答。见他这样，大哥哪里还不明白，他也知道自强是个自尊心极强的孩子，不好再继续追问下去，只是和自强说剩下的他都买走了，装好了货。大哥一边说着今后有什么困难只管来找他，一边掏出了钱包，从里面拿出了一张大钞递给了自强，告诉他有多的就拿去买些生活用品，一个人也要把生活过好。自强听话的点点头，珍重的把钱藏好。随着好心大哥回到家，自强也快速的收好了摊位。他想了想，来到了村尾的小卖部。既然挺想念老奶奶的，又来到了村子里，不如买点东西去看望一下。出了小卖部，自强直奔奶奶家而去，在外面叫了几声，奶奶似乎耳背没有听到，直到自强推开门进到了里面，奶奶才反应过来是自强来了。奶奶声音颤抖地问自强，这几天去哪了？睡在哪里？吃饱了饭没有？拉着自强坐到了小凳子上。自强把自己买的礼物递给了奶奶，并且掏出了那天奶奶塞给他的钱袋子，拿出了里面的钱，就全部递到了奶奶手中。奶奶知道自强一个人在外面更需要用到钱，
自然是不会收，告诉他要不回来住吧，那个醉鬼儿子最近不在家。可自强一想到那个酒鬼随时都会回来，就打消了这个念头，只是说在外面住自己也习惯了，想奶奶了就回来看看他，这样也挺好。两人又是坐在一起聊了好长时间。临走的时候，奶奶塞了些钱给自强，叮嘱他一个人在外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自强答应奶奶过段时间再来看他，就离开了家门。这么乖的孙子不能留下来，又想到自己的烂酒鬼儿子，老奶奶只能独自在一旁抹眼泪。其实说不上留下来与离开哪个选择更好，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，还是希望自强的未来能好起来吧。男孩上山挖了一些野生山药，卖给了附近村民，他刻意剩下一袋，跑去送给了照顾过他的老奶奶。今天是阴天，自强已经早早的起来，正在查看在水里一晚上的鱼钩有没有收获，结果只勾上来几片树叶，里头混杂着一条小鱼。自强把鱼放进了鱼篓里，这么小还不够塞牙缝，要是一只上小鱼，不如攒起来到时候一起吃。这边重新下好了饵，自强如同前几日一般，重新把衣服丢到顶棚上，接着他背起背篓离开了住处。沿着山道走了有半天，他看到地上有个被动物刨过的坑，打量了下，原来地下有块大山药。不过自强并没有停下来挖掘，而是沿着边上陡峭的山道爬了上去，直到他在上面也看到了好些枯萎的山药藤，这才动手挖掘了起来。这是嫌弃刚才的那株分量太少，这回看到附近有这么多，当然又是换了个想法。众所周知，山药一般会一直长到地下深处，想要完整的挖出来，还就得把周围的土刨干净。你说直接拔出来，那就更不可能了。这玩意脆得很，一拔就断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自强已经向下挖了有足足半米的深度，这棵山药还没有完全的暴露出来。自强也是累得够呛，索性不再理会没有挖出的部分，换上柴刀，把山药和茎秆连接的部分砍断，顺着缝隙处插进了柴刀，缓缓地将山药撬出。不出所料，咔嚓一声，脆弱的山药还是断了。不过也没事，先放进背篓里收着，回来继续挖起了剩下一节。这回倒是整段都扒拉了出来，而且底下断掉的部分只是一些细根，看上去无伤大雅。接下来的这根比刚才的还要大，不知道生长了几年，看上去都可以做药了，还是和之前的方法相同。自强小心地将它掰断，从断茬处可以看出底下还埋着老大一截。自强也不想放弃，继续朝下挖了起来。可这半深的坑里土质也是越来越硬，没办法，掰断了收了一小截了事，继续挖下去还不如换个地方。于是自强来到更高处，观察好山药藤的位置，放好碍事的背篓，就又投入到了挖掘当中。慢慢的，整片山坡的土都被他刨开了一层，也该到了收获的时候。这里的山药虽然都不长，但个个都是膀大腰圆，这可比刚才的要好挖多了。如巨型土豆一般的山药被他搞了好多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自强挖完了这一窝子山药蛋，看着已经铺了一地，他也不打算再继续挖下去，而且天也黑了下来，他得赶紧收拾好，赶回自己的小窝。一个人晚上在山上待着可不是很安全，带他回到住处，还好天还没有彻底黑透。自强赶忙收拾起柴火，点燃了篝火堆。随着火焰的升起，火光驱散了黑暗，让原本有些慌乱的自强安心不少。晚上也不吃别的了，就地取材，拿了个大山药丢进了火堆里。这边烤着山药，自强也没闲着，他脱下了沾满黄泥的裤子，在湖水中洗了起来，这样晾在屋顶上，靠着火焰的余温，说不定明天就干了。这时外界已是漆黑如墨，自强翻了下火堆中的山药，看样子不是短时间内能熟的。有些累的他躺在了树叶堆成的小窝里，渐渐地睡了过去。不过只眯了一小会，就被腹中的饥饿感叫醒，拿出烤得差不多了的山药，刮去黢黑的表皮，吃起来如同芋头般软糯，而且带有山药独有的清香。自强忍不住大口地吞咽起来，
吃完了整颗山药，他感到非常满足，当即抱着柴刀重新睡下。一夜无话，直到第二天清晨，自强在窝棚中醒来，洗了把脸，收拾好东西，就背起昨天挖的山药离开了这里。照例是来到熟悉的摆摊点，在附近村民刚起床时，自强已经摆好了货物。路过的大妈们看到是自强，纷纷上前来支持他的生意。第二位大妈看自强可怜，还多给了一些钱。自强有些腼腆地感谢了他。时间缓缓地流逝，又卖了一袋之后，自强看了下为数不多的山药，决定将它们都装起来，按袋便宜卖，主打一个给钱就卖。可就算是这样，还是没有如他所料的那般很快卖完，直到这位大哥再次出手，买走了剩余的2袋，给了钱，并叮嘱自强去买点吃的。自强收起了所有东西，来到了老奶奶家门口，从背篓里拿出故意留下来的一袋紫山药，在门口呼唤了2声奶奶，但似乎这回她并不在家。自强只好把袋子挂到了门上。虽然不住在老奶奶家了，但自强还是时刻牵挂着这位慈祥的奶奶。男孩在河里插了一些鱼，自己烤着吃了一条，并冒雨送了一条给老奶奶。照理是在早上，自强漫不经心地在河边走着，脑子里正在想着去哪搞点山货来卖，哪知瞥了眼岸边，居然看到有条好大的鱼，这哪里能忍，直接一个纵身扑了上去。不过想要这么简单的抓到显然是不可能的，抬头望了眼边上的竹子，他也是有了主意。只见自强飞快来到这丛竹子前，放下背篓，取出柴刀，对着一根竹子砍了下去，拖出来以后，只截了一段1人多长的竹竿出来，而后沿着竹子各个方向将其开了花，接着在里面塞了颗石子，拍入其中，将其撑开。这才看出来自强是在制作一种比较原始的鱼叉。为了提高鱼叉的杀伤力，他耐心地将每一根尖刺削得更加锋利。这还没有完，自强在背篓里翻找出了一根绳子，捆扎在了鱼叉的根部，这应该是为了让石块在里面更加牢固。看得出来他对自己制作的新鱼叉非常满意，当即带着他来到河边找起了鱼儿的踪迹。就这会功夫，也不知道鱼已经在哪里去了。幸运的是，这条鱼并没有跑远，依然徘徊在河岸边上。自强瞅准机会，奋力地插了下去。值得高兴的是，他插到了，但可惜的是还是让他溜了。好在有伤害到这条鱼，应该是跑不远。于是自强沿着河岸往下游找去，并发现了它。为了能更好地施展自己的拳脚，自强卸下了背篓，准备认真对待这条死里逃生的鱼。只见他快准狠地扎了下去，受伤的鱼已经没有之前那么灵活，这次没理由再不中了。刺中的鱼在水底疯狂挣扎着，自强也只能用手按住，等到彻底没了动静，才从水里跳了出来。嚯，好大一条罗非！看样子今天的食物是有着落了。尝到了甜头的自强心情大好，继续沿着河道寻觅起来。还真别说，又让他见到一条，踏到水中也是怕鱼跑了，早没有瞄准就插了下去。这鱼一下就跑得没了踪影，自强有些懊恼。不过他没有放弃，重新回到岸上寻找起来，也是运气不错，让他见到第3条鱼。不过这条鱼有些傻乎乎，不知道到时候吃了会不会影响智商。刚在岸上走了没几步，又一条鱼出现在他的视野里。在自强和空气一番斗智斗勇后，鱼儿早已溜到了他的身后，还好自强及时发现了他。本以为十拿9稳的一击，结果也没有奏效，愣是经历了一番激烈的搏斗，才把大鲤鱼抓到手。开心的他忍不住把鱼抱在怀里，就差亲上一口了。收好了这条大鱼，自强提起辛苦制作的鱼叉，快步向住处走去，如同得胜归来的士兵，连走起路来都欢快了不少。回到了湖边住处，随手放下鱼叉，和鱼自说自话的娱乐了一会。自强点燃了火堆，清洗好了鱼，夹在了特制的烤架上，放到火上慢慢进行烘烤。
这鱼也不是一时半会能烤熟，但却要经常给它们翻个身，以防烤糊。等着等着，自强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他还做了个梦，梦见了老奶奶出了事，嘴里一直在喊着奶奶。直到他醒来才发现只是虚惊一场，给鱼翻了个面。回想起刚才的梦，他仍然有点心有余悸，不敢继续睡觉的他查看了下水里的鱼钩，还不错，钓上来条小罗非。不过中午已经有吃的了，还是先放到鱼篓里养起来吧。这时回来烤鱼也是好了，自强愉快地吃了起来。这边自强吃着鱼，而水里这些鱼同样在吃丢在这里的鱼内脏。抬头一看，似乎鱼线又有了动静，拖起来一看，又是一条鱼。今天不仅查到了几条大鱼，连钓都钓上了好几条。不知道该说是自强的幸运日，还是鱼的灾难日。重新抛回鱼钩，自强回来继续大快朵颐。吃完了整条鱼，自强拿来了袋子，将另一条好鱼装了进去，提着它快步跑了起来。这自然是打算送给老奶奶的，生怕鱼凉了。他这一路跑得飞快，穿过大桥，来到了奶奶家。进来才看到奶奶是真的出事了，手上绑着石膏板。经过询问得知是在后院摔伤了手，自强赶忙将鱼取了出来，撕了一些喂给奶奶吃。奶奶一边吃，两人一边说着话，日子又仿佛回到了从前。直到自强说他要回去了，奶奶牵着他来到了衣柜前，取出了一件毛衣递给了他。天气渐渐有些凉了，他买了这件毛衣，早就为自强准备好了，看着穿上去正合身，两人都是有些开心。自强叮嘱了下奶奶在家好好养病，有空了就来看他，就挥挥手和奶奶道别，出了门。只剩下偷偷抹眼泪的奶奶，他也知道有自己的酒鬼儿子在，没有理由叫自强继续留下来。他也不忍心看到自强再次受委屈。男孩在回家的路上遇到摔倒的孕妇，帮助他回到家中，并分享了自己的黄瓜。今天一早，自强在自己的窝棚中醒来，洗了把脸，迷迷糊糊的他差点一跤摔到湖里去，还好一把抓住了一旁的树干。对于一般的小孩子来说，这一下也许就是哇哇大哭了，自强却毫不在意，洗去泥垢，摸了摸饥饿的肚子，又看了眼早已没有火星子的篝火。他收起了自己的所有衣物，打算离开这里，看能不能找个更好的居所。刚迈上山坡，他想起似乎落下了什么东西，回头一看是忘了带走钓鱼用的瓶子了，赶忙回来收好，这才向着远处走去。一路穿过山林，又来到了这片黄瓜地里，看样子是把这里当作自助早餐刷新点了。每当他早上饿着肚子，就会来这采上几颗当作早饭。不过黄瓜这回已经过了高产期，地里也只有寥寥几颗果子。自强一边啃着黄瓜，一边就离开了这里。一段时间后，此时已是艳阳高照，自强已经来到了山里。走了一路的他又有些饿了，取出了背篓里的黄瓜，边咬边赶路。这边还没有找到可以采摘的山货，却看到了路边有个人摔倒在一旁的沟坎里。他赶忙上前查看，为这位女子捡回了掉到一旁的拖鞋，扶着她来到山道上。这时我们才看清，她还是个孕妇，因为上山砍柴不小心滑下了山坡。本就行动不便的她，只觉得现在浑身无力。好在自强的出现让她摆脱了困境。自强询问了下她住在哪里，决定帮她返回家中。于是自强搀扶起她，自己则背起了这捆沉甸甸的柴火，在孕妇的指引下缓缓地在山林中前进。大姐似乎是状态不是很好，走了一会就有些累了。两人在空地中坐下休息了好一会时间。贴心的自强在边上找了根棍子给他当拐杖，再次扛起木柴出发。
因为需要大姐在前头带路，两人走得极慢，耗费了足足1个小时，才来到了他的住处。自强卸下扛了一路的柴火，顾不得肩膀的酸痛，扶着大姐进了屋，直到安排她坐下，自强才觉得功德圆满，自己也坐下来休息会。大姐感谢了他一番，接下来不知道说什么的自强为了避免尴尬，起身来到灶台旁，拿起水壶给自己倒了杯水。走了一路，他也是早就渴了，自己喝了一碗，又给大姐倒了一碗端了过去。看得出来两人都比较尴尬。自强突然想到自己背篓里还有一些黄瓜，于是干脆拿了出来，来到外边用清水洗了洗，为了照顾孕妇，特意用柴刀仔细地削去了表皮，并分成了小块，两人分着吃起了黄瓜。吃完了瓜，自强和女子道了声别，就离开了这里。他怕再待下去，脚趾都要抠出31听了。因为帮助这位孕妇的缘故，今天本打算再找个合适住处的计划也泡汤了，所以在回来的路上，自强砍了些棕榈叶，打算加固一下湖边简陋的庇护所。回到住处，他放下了背篓，将新鲜的棕榈叶覆盖在了已经变得枯黄的旧棕榈叶之上。想了想，又在边上捡了根棍子，架在了几根横梁之上，这样也好让后续铺上的叶子有所支撑。草草地盖好顶棚，自强把背篓拿下来放好，取出来里面的衣服，重新铺在地上作为床铺，躺在上面啃起了黄瓜。在这里他明显自在多了，翘着二郎脚，一边啃黄瓜，一边欣赏着渺渺的湖面。难怪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，要是这个庇护所能更完善一点，那就更好了。南海收集了一大摞竹子，靠着一双巧手，独自在野外制作了一艘竹筏。今天自强左手提着一捆竹篾，右手拎着把柴刀，来到了2丛茂密的竹子前，观察了下长度是够了，但好像不太直，还达不到拿来制作竹筏的要求。自强继续向前进发，在树林里继续寻找起合适的目标，直到他又找到了一丛竹子，这些都是新竹，足够粗壮且笔直，一看就没问题。于是自强大刀阔斧地砍了起来，因为枝桠和周围的树枝缠绕在一起的缘故，一时半会还没法将它放倒。既然这样，自强选择将和它连在一起的第2根竹子也砍了，这时再拽着根部，2颗竹子跟着一起滑落在地。回来找回柴刀，砍掉了顶端无用的细弱部分，沿着山坡一路将竹子划到了湖边。想要打造竹筏，2根竹子那是远远不够的。自强耗费了一些时间，最终搞了有10几根，这才开始整理起它们。靠着水里的浮力，自强将一头都聚到了一起，取来放在一旁的竹篾和藤条。他将聚拢到一起的这头用藤条牢牢地绑紧，而后把这捆竹子全部推到了水中，继续调整了下位置，使其沿着岸边靠紧，踩在摇摇晃晃的竹竿上，继续把另一端也用藤条固定牢固。接着随手用剩余的材料打造了一把罩竿，可以看到一端还带有桨叶，看样子是既能撑又能划。收拾好所有东西，自强撑着半成品竹筏离开了岸边，在他的操纵下，缓缓地驶出了这片小湖湾，悠悠地泛过碧绿的湖心，来到了当地人也在用的小渡口。这里明显地势平坦了许多，这也是为什么自强不在刚才的地方把竹筏打造完成的原因。到了这里才有足够的空间够他施展。自强提着刀离开了岸边，等他再次出现，肩上已是多了好几根棍子，拖着竹子半数来到岸上。他把绑牢的藤条砍去，随后拽着竹子都来到了岸上。整根竹子对于瘦小的自强来说还是蛮重的，费力地将其掉了个头，又重新安放到了水中。原来现在才是真正的开始制作竹筏，刚才的一系列操作只是为了把这捆竹子运到这里而已。一根根竹子在自强的拖动下都对齐到了一起，整齐地排列在树干之上。然后他拿起了柴刀，对着根部用力砍去，
1个小时后，也是终于将每一根都裁到了整齐划一的程度。接着自强对着中间部分开启了孔，确保每个孔都左右对通，且在一条直线上之后，自强拿了根棍子，将它们沿着孔洞串到了一起。现在已经能看出来点竹筏的样子，但还需要竹篾的帮助，使它们牢牢地连接在一起。至于另一端是在水里的，并不能如同这边这样操作，不过没有关系，自强也是有别的办法解决的。他拿了根棍子放在竹筏中段位置，靠着竹篾的穿插，竹根绑紧在棍子上，尾部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如法炮制，至少从坚固角度来讲，现在是完全没有问题了的。不过自强并没有停下，在2根棍子之间又加了1根，而且在顶上又制作了一个台子，这应该是方便今后自己可以坐在上面，或者拿来放东西的。到了这里，整个竹筏也是大功告成，自强推着杆子，轻松就把竹筏送了出去，调整了下方位，向着自己的住处驶去。相信有了这艘竹筏，不论是拿来赶路，还是今后在湖里捕鱼，都要方便快捷不少了吧。